大家好，我是老莫。今天跟大家分享几个咱们常用的和面手法，因为很多朋友说自己在和面的时候总是控制不好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3种最常用的方法。第一种的名字叫超拌法，咱们超拌和面呢用法是最普遍的，也就是咱们放入面粉之后，在中间开窝。开这个窝的目的呢，是为了放咱们加的酵母啊、白糖啊，包括鸡蛋啊这些，放在中间先给它打散，这样咱们和面就比较匀。最开始放水的时候，咱们不要放太多，先倒 70% 的水，把里面加的东西给它搅拌一下，像这样搅拌的匀一点，这样咱们和出来的面团做出来的东西才能保持一致。像这种和面方法，咱们一般做饺子、做馒头，包括一些烙饼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。咱们加完水之后，这个面团呢在搓的时候也比较容易。咱们新手第一次和面用这个方法呢，最好是分3次加水，第一次稍微多一点，第二次再来一点，到第3次的时候，前2次加完之后，咱们看一下这个面团的软硬度，如果不合适，咱们再把剩下的面倒进去，这样一个面团就 OK。 第二个和面方法叫调和法，咱们把面粉放到案板上，在中间给它拨开这样一个窝，一定要边缘稍微厚一点，这样它不会往外面流水。跟咱们第一种方法一样，开窝的目的就是为了把中间放上一点料，比如说咱们做水油面一般都会这样做，这样能够提前把所有的配料给它搅拌匀，这样咱们后期做的效果就会比较好。咱们新手第一次用这种方法呢，还是记得这个水呢要一点一点的把面搅进去，这样呢咱们和面的水量它的吸收就比较好。像咱们做拉面，包括咱们做一些酥饼，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和面，这样和面更匀。把第一次水搅成雪花片状，然后再经过搓、揉、叠、摔等各种方法，都可以把它揉成光滑的面团。用这个方法和面，咱们只需要注意，在加水的时候不要一下倒的太多，一下倒的太多容易把边缘给它冲出来。这种和面方式只有一个要求，咱们揉好面团之后，这个案板上不能有干粉，这样咱们揉面也会比较光。如果说表面有干粉，咱们每次都搓不透，这个面团做出来的东西肯定会有问题的。这里还要提醒一下大家，咱们不管是和怎样的一块面团，和好之后醒面的时候呢，尽量用湿布给它盖上，这样锁水效果更好。咱们也可以在和好的面团上刷上一层油，这样也能更好的锁水。反正方法很多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只要不让它暴露在外面即可。第3种呢是搅拌的和法，就像咱们平时做烫面一样，咱们用开水烫面不可能用手啊，用手特别烫，对吧？需要借助一些工具来进行搅拌，比如做烫面蒸饺啊、烫面炸糕啊，包括汤圆，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和面。唯一的一点问题，很多朋友控制不了这个开水的量，加水一加就多。像这个问题，咱们在和面的时候倒水的量一定要匀着来，不要一下多一下少。咱们要时刻观察咱们在搅拌的时候，这个面是不是偏软，如果说这个颗粒偏软，就水分比较大，这时候呢水量一定要刹住，不要再加了。再一个，咱们把面团烫好之后，一定要像这样摊开，一定要让它把这个温度给降下来。如果说这个温度一直偏高，旁边有干粉的话，咱们烫出来的面不一致，咱们吃的时候这个口感会严重受到影响。等这个面晾凉之后，咱们再来把它揉成团，这个时候呢它就比较听话，因为烫面是没有面筋的，咱们随便怎样揉它都能成一个什么样的形状。另外咱们做烫面的时候也可以中间加上一点猪油，这样咱们揉面呢它就不容易粘手，而且特别轻松的就能把面团揉光，这样咱们做出来的面食也会有不同的风味和口感。这3种和面手势呢，基本上包括了咱们所有面食都可以用得到。咱们新手在和面，选择一个自己最喜欢最好用的一种方式就可以了。咱们和任何一种面团，最关键的就是水量和面的配比，只要这2个搞好了，其他都不是问题。咱们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再次感谢您的支持和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